大家快看，在我下方这条江的对面半山上，我们居然发现了一独户人家。这个户人家的地理位置啊，非常的特别，后方是高山和悬崖峭壁，而前方呢是江水隔断。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这样的半山呢？非常的好奇啊！今天呢，我其实是想带大家过去探访一下，但是啊，它是要渡船才能过去的，实在是没办法。但是这个地形呢，引起了我的好奇。今天我就用航拍飞过去，给大家详细的来看一下这个地形。从空中俯瞰这片地形啊，真是非常的美，郁郁葱葱的森林环绕，肥沃的土地，仿佛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这里的居住环境让人心生向往。通过航拍的镜头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户人家呀背靠高山，周围并没有明显的小路通往外界，唯一的出山方式便是沿着江水坐船。而在江边呢，我们发现了一条蜿蜒的小道，链接着这户人家的山间小道。那么这里现在还有人居住吗？我们将镜头飞近一些呀，看到周边的土地都有精心的耕种过，这就说明什么呢？肯定有人居住在这里啊！而且在空中看呀，这户人家的房屋布局也是非常的独特，几栋房子紧密相连，呈现出一种飞翼布局的造型，别具一格。当无人机飞近时，我们发现院坝里有人在活动，是两位老奶奶，他们的身影啊显得特别的温暖。院子里还养着两只小狗，看起来非常的有生气，种满了各类蔬菜，绿油油的，透着原生态的气息。想想用这些菜煮一锅火锅，那味道一定让人垂涎三尺。可惜啊，今天只能远远观望，没法亲自去感受这份美好了。而两位奶奶呢，是否发现了我们的无人机，抬头看着天空，还热情地挥手打招呼，真是可爱的两位老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位奶奶长得非常的像，应该是姐妹，甚至可能是双胞胎。她们的神态和面容都给人一种邻家奶奶的感觉，健康、友善、慈祥，令人倍感亲切。我们镜头拉远一些，又看到一位老人出现在院子里，同时还多了两只小狗。我的天啊，这家居然养了4只狗狗。还好今天我们没来探访啊，要是这4只狗狗一起冲上来，我估计还真应付不过来。这里啊也提醒大家，像这种山里的独户人家呢，通常都会养很多狗，用来看家护院。如果说对山里情况不熟悉，还是不要贸然前往。我的目光啊被另外一位老人所吸引，他的造型实在是太特别了，一身的打扮就像隐居山野的得道高人，真的让人联想到道家人物，仿佛从武侠剧里走出来的一样，特别像一部电视剧里的人物啊。我也说不上来像谁，反正就是功夫特别的了得。再回到这片地形啊，真是太奇妙了，背靠高山，面朝江水，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在古代，这样的地方绝对是易守难攻的绝佳地形。而且从整体航拍来看呢，这片区域的形状就像一艘停泊在江边的巨轮，仿佛随时准备起航，驶向未来。这个地形看去给人的感觉就是不简单。这里不仅风景优美，更是修身养性的理想之地，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闲暇之余呢，还能到江边钓鱼，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这样的生活简单而惬意，唯一的不足呀，可能就是交通不够便利。如果有机会让你居住在这样的一片世外桃源，你是否愿意呢？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又来到了我们贵州的大山里啊。我是从那个山垭口走过来的，步行到我现在的位置已经是半小时多了。那个山下的村民告诉我呀，翻过我所在的这一座大山，然后过去再翻过一座山，一个深山峡谷里面还有人居住。今天就是准备步行过去探访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山顶上啊，漫山遍野的都是映山红，那些悬崖峭壁上都是，而且这一整个山脉延伸过去，包括这个山顶一直延绵过去，这些山顶上都有非常多的这种红色的映山红，现在非常之漂亮。因为我还要走很远的路啊，就不在这里耽误时间了。待会儿回来有空的时候，狂拍一下这个山顶的映山红啊。走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40-50分钟，个把小时。但是今天这个路不累啊，它都是顺山走过来，而且路上到处都是映山红，一路美景啊，真的是感觉应该是已经快要到住人的地方了，但是呢又好像还有一会儿。翻过了几座大山了。大家看一下，我终于到住的这一户人家这里了，但是眼见着快到了，还得从这里下到这里去，然后从那里爬上去。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里的整个环境，他们家就住在这个山梁上，然后看一下整个周围全是大山，这边这些大山都走不出去的，下方这里过去就是延绵几十公里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哇，这地方太漂亮了，而且我走到这里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户人家住在大山之中，而且还耕种了那么多的土地，我的天，这一个山梁上的土地他们都种起来的啊，目测看去都好几十亩地啊，太厉害了。朋友们有没有感觉走到这里之后视野豁然开朗？我没有骗你们吧，整个这一片山过去延绵几十公里，都是那种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太漂亮了。感觉这家养了好多狗，这今天大家看看这个整个周围的环境啊，真是很漂亮啊。这个房子就是建在这个山梁上的，哇，这地方太牛了，朋友们！有狗咬着也不好跟大家聊天呀。这边主人家还劈了好多柴，我们走这边吧。主人家好像在这个山上干活，上去跟他们聊聊。这边有养了不少的羊，关在圈里的。然后我估计这家人呢也是留守在这里面养羊啊、养蜂啊，搞这些。这边看到没有，有一个支架，支了一些风筒在这个山上。啊！来跳耍呀！哇，走到你们这边要走些时间了。这帮我用粪点呢？哦，我看这个山上就在你们一家人哈。不丢肥料啊？没得肥料的就不丢。没得肥料，背起篮球的背哈。你们这儿走过来也要走个把小多小时哦。啊，是哟。背东西了就更恼火。小孩也都在外面呢。啊。哦，就在你们2个在家里面。你主要是在这儿搞养这些哈。搞养殖，也没搞养这个。哇，你喂的有好多羊子啊。牛也是这个样子。也是这个哈。喂牛没得？喂牛2个。哎，干不少土嘛。那这好多是这个。你不干的那也不行。那你们家的山林土地应该不得那儿多。山林土地嘛，
有好多啊？30，30都有200亩啊，土地也是好几十亩哈。我就晓得住在山里面的人就是山林和土地多。以后就这财富啊！这个山里那个要啊？哎，以后了噻，人都死球了。这个山里那个要啊？现在你这自己儿嘛财的了，等你对以后的事情你了再看到哦。那倒也是。你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哟？几百人了。都几百人了哈。你们家应该都喂了好几个狗哈？刚才听到声音，高不了。那肯定要高吧？有人来，他肯定要高吧？你要回家嘛呀？对不？不要管我，不管我，你忙你的。要回家给煮饭了是吧？啊，妈咪吃饭了。你们还没吃饭？啊。哦。走吧，要不？你看忙哇，我是在这儿耍会儿。水带的有啊，这山里面都带的有水。你们姓袁是哪个地方搬到这儿来的？你晓得不？看晓得的，我们也不晓得。也不晓得，只晓得在这儿住了几百人了。哎，你年年卖蜂糖应该都可以卖点钱噻。就这强盗帮我偷了蜂子也就败的，原来是卖的。哪年遭偷了嘛你这是189年。189年。遭偷了这就发展不起了。你之前有好多蜂子啊喂的哟。30麝香。你当时没有想到去报警吗？哎呀，报警他哪给你信嘛？报警也请不到。山里面的监控也没得。是喽。几十箱蜂子就要那个都遭了真没得嘞。好吧，糖都要取100-200斤了，不止哦。糖每遭偷的时间要取30-40斤。每遭偷要走30-40斤。这胆子也是累哦。那你现在没得好多蜂子了？现在等于只有几箱。只有几箱。就是可能那个一偷把蜂子全部等跑的哈。是喽。你慢慢的忙哦，我慢慢的走去了。我也耍会儿嘛。不耍了，你要干。吃点东西才走嘛。对，你要干活儿了，我来耍会儿就走的。慢慢的忙哦。这一户人家呀，就是居住着一家3口人，儿子个在外面打工，这里呢就住着他们老2口。这个大叔跟我讲啊，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住了几代人了。他们家呢有10-20亩地，还有100-200亩的山林。在2019年以前呢，他有几十桶蜜蜂啊，每年的话可以卖2-3万块钱。但是2019年的时候被强盗给偷了，把他的蜂蜜偷走了，把他的蜜蜂也偷走了。哎，这个强盗也是挺让人生气的，是吧？就这样一搞呢，就把他的蜜蜂给搞败了。现在只有几桶蜜蜂。现在呢，就是他们2个老人居住在这里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就挖一挖土，种一点地，然后养了20来只羊啊，生活也算是过得比较充足。除了要去集镇上买一些生活物资之外，基本上呢都住在山里。给你们这么一片土地山林，让你们隐居在这个大山之中，你们愿不愿意呢？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安顺的关岭县。我们经常看武侠小说或者电视剧，会发现这个主人公啊，有时候从悬崖上跌下，有时候呢掉入山洞的深坑中。他们有的呢能发现武功秘籍，让自己修炼成绝世神功；有的呢会发现宝藏，让自己一辈子都衣食无忧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在现实生活中会有这么样的情形？哎，还真有。在我们贵州的关岭县啊，就有一部洪崖天书，地方上呢曾经悬赏100万让人来破解，至今呢都是个谜团。哎，今天阿泰呢就想去挑战一下，看看能当富翁呢，还是能成为绝顶高手啊！这个地方呢，不要门票的景点非常多，离黄果树就10-20公里。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是灞陵河大桥，可以看看咱们中国的基建。这边写有关岭2个字啊，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然后透过灞陵河大桥往前方走，大概1-2公里呢，就是特别有名的滴水滩瀑布。我们的洪崖天书呢，就在这一座崖壁上。这个山下中间这个有亭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停车场啊，以前是不收费的，现在来到这里呢，需要收10块钱的停车费啊。不过人家要这个整理卫生吧，也是有道理的哈。步行上来走到这个洪崖天书的位置呢，应该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啊。就走这样的小道啊，还是好走的，这边问题都不大啊。所以说，想来这边，特别是来黄果树玩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周边的小景点来玩一下。看得出来呀，朋友们，来这里玩的人还挺多的。这个山里面的小路啊，都走得这么光滑。哇，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洪崖天书的位置了，就在这一片崖壁上啊。这边也是小道，不知道通向哪里。那么现在咱们就到了这个天书的位置，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是第一面的天书，给大家拍清楚，看看能不能破解啊？我看看我能不能认识俩字儿。这感觉没有任何的规则，怎么能认识呢？那个字像西方的西是吧？这个字像有，对吧？但是真的不认识啊。这是第一面天书崖壁，这个字有一个框框，里面又有一个不认识，是吧？就是那种感觉，这个文字好像是好几个朝代的文字叠加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统一的那种，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字和上面那个字可能就不是出现在同一个朝代，这里这个字呢又像是有一个什么动物的那种感觉。哎，看来我这个资历是无法破解这个天书了。这只是其中一面崖壁天书，我们再往前面来看一下。这一面就感觉更加的难了，这一面就更复杂，是吧？大家看一下，这一面墙感觉就更加的复杂。这边有2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是很多字的一个合体，包括这边这一个字也是非常的复杂整面墙呢都跟大家拍摄下来了啊。高手的话可以看看能不能破解，那破解得了真的有钱拿，有可能就破解出宝藏，对吧？这个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文字。我们再到这个前方来这里还有一片崖壁，这个地方这边的文字就更加的复杂一点，弯来弯去
有点那种鬼画符的感觉。这个大家好好看一下哈，我把整面墙的这个文字都跟大家拍摄下来。这边呢，应该是写的那种哪个朝代年月日的这个时间啊，这一面应该是写的是时间啊，就是刻这个天书的一个时间。大家好好来斟酌一下啊，希望你们能破解。反正我在这里看了半天，我觉得我这个资历太浅啊，我可能破解不了。真的非常的神奇。你看这里好像是一个圆圈，哎，这个字刚刚的那边也看到了，对吧？这里像一个口字，这个还真的是破解不了，我反正是没那个能力啊。各位强大的网友啊，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破解。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这个天书怎么看去这个字体特别的鲜红啊？是这样的，这一面崖壁它是复刻的崖壁，就是真正天书所在的原始位置呢，是在我后方那边非常高的那个崖壁上。大家可能是怕这个天书经过长年累月的这个风化啊，把那个字风化掉了，所以说呢当地呢就把这个天书完全1比1的方式呢复刻在了这几面墙上，供大家来参观和破解啊。如果你觉得你能破解的，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一部红崖天书啊，民间有3个传说的版本。第一个传说呢是三国时候诸葛亮平定南蛮之后啊，后人为了赞美诸葛亮而留。第二一种说法，红崖天书是一张藏宝图啊，在关岭地区呢，现在仍然流传着一首打油诗，说是红崖对白崖，金银18台，谁要识得破，雷打崖去，抬秤来。它的意思呢，如果你能够破解这本天书啊，这些宝藏或许就在这个白崖的山中啊，说的是神乎其乎啊。在这一段打油诗的背后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传说在殷商末期啊，当地泮阳柯部落的首领急火，不远千里呢去朝歌进献。商纣王呢就非常欣赏他，于是呢就回赠了价值不菲的金银珠宝给这个急火。那西南山区呢都是山地啊，急火来回折返呢花了1年多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啊，他的家乡被外族侵占啊，急火的山寨呢也被付之一炬，族人也被逼迫四处流亡。愤怒的急火呢，就将这些财宝啊埋藏在一座山洞之中，并在红崖上留下了自己才能看得懂的这一部天书。随后呢，他便召集了四处逃亡的族人，发起战争。在这一场惨烈的战争中啊，急火和他的族人被全军覆没。至此呢，这一部天书再也无法被人破解。第三一种说法呀，红崖天书是明朝建文帝所撰写的讨伐檄文。明朝皇帝朱元璋过世之后，皇太孙朱永文继承大统，称建文帝。朱永文因薛蟠得罪了燕王朱棣，导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国统之战。燕军攻陷南京后，南京皇宫付之一炬，建文帝也失踪在这一场大火之中。朱永文呢，逃到了人迹罕见的山区中隐居很久，他时刻想着召集亲信东山再起。然而呢，随着朱棣定都于燕京，朱永文的影响力日渐削弱，势单力薄的朱永文始终无法如愿，只能将文字拆解组合成红崖天书，写在了这一面红崖之上，数落皇叔朱棣的罪行。他希望有朝一日被人破解这份天书之后啊，帮助他推翻朱棣，建立正统。这个红崖天书呢，大概就这几个传说，但是也不确定是哪一个，直到现在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朋友们，
你们能够破解这部红牙天书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说出你的高见。如果你能破解，那真的有可能有宝藏，也有可能是武功秘籍，大家说是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关岭县的大山深处，眼前这条漂亮的河流叫做打帮河，位于黄果树瀑布下游20公里处。天气的干旱使得水位变少，河滩裸露。在这个河床上啊，我们发现了成千上万的石孔洞，大小不同，深浅不一，规则迥异，甚是壮观。这种现象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片漂亮的河滩，走，我们一起下去看一看。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一片河滩的中间哦。哇，吹着河风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看到没有？我的眼前这里就有2个小孔洞。就好像我用脚踩的一样，不过这个是圆的。在这个河边啊，这个风是非常大的，整个河风一直都是呼呼呼呼的吹，真的非常美啊！在这个峡谷的河边，这个水呢就像那个绿宝石一样的啊，这种颜色非常之漂亮。这一片呢就属于正常的一个河滩，看到吧？水流从这里冲刷过来，那么不规则的孔洞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上面那一片儿，这一片儿的话，感觉还不是太明显啊，主要是在上面那一段，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一片孔洞，看到吧？这是一整块石头。然后呢，中间有这种条形的，有这种是吧，像一个鸟蛋形的，有这种圆形的，也有不规则形的。反正整个河床上的这些石头上呢，都是这种各式各样的、规则不一、大小的这种孔洞啊，非常的多。你看，经过了若干年之后呢，这里面还生长出了很多的鹅卵石啊。当然，这个石头呢也是。涨大洪水的时候，从上游呢不断的冲刷下来，积累在这个孔洞之中的。我们继续到上面去啊，上面有非常大的一片，这个孔洞啊，深一点的可以达到好几米啊，它的直径的话也有好几米宽。哦，那里有个百合。我们现在站在这里都能够感受到若干年前这个上面的水铺天盖地的从这个地方倾斜而下。哇，那种震撼的场面啊，现在都感受不到了，是吧？就看到这些裸露的这个河床。来看一下这一片河滩，非常漂亮啊，全部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岩石孔洞，非常之漂亮，非常之震撼。这一整片都是这样的，一直从这个地方往上游走，有5、6公里的地段啊，都是现在的我们看到的这种景象啊。整个河床就是坑坑洼洼的这种成千上万个这种孔洞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几百万年前这整个河滩它可能是平整的，没有这么多孔洞，那是受到什么外力的情况下？从空中有东西砸下来，将这个地方砸成这些不规则的孔洞的。可以看到这个孔洞呢，当时砸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不规则的，然后经过数万年的这个河水冲刷呢，慢慢的，你看这个边上这些就看着比较光滑了，是吧？整个河滩、整个河床，你看那些石头都是表面都是光滑的，那就是数万年的这个水啊，不断的冲刷。把这个石头的表面呢，冲击的比较光滑。
那么这些成千上万的这些孔洞叫什么呢？叫做冰臼。那么这个冰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大约在300万年前呢，整个贵州都是被冰川所覆盖。那么这些孔洞呢，就是上游的冰川融水流过来，从这些缝隙中掉落下来，将这个河床砸出来的这么多孔洞啊。这个事情怎么理解呢，朋友们啊？实际上，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原来的河床，但是在我的上层呢，是整个冰川覆盖的，也就是我站的位置和冰川之间这个夹层是一个镂空地带，因为这些地方呢是峡谷啊，上层全部是冰川。地球的变暖呢，就让上层山顶的冰川呢就开始融水，夹杂着一些这个冰碎呀、冰锥啊这些冰渣子，对吗？然后它流入这个峡谷的时候呢，因为不断的这个冰川融水冲击啊，中间这一层的这个冰川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裂缝。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么山上的这些冰川融水流过来呢，就通过这些缝隙呢砸向地面的河床。这个高度可能有10米、20米，甚至几十米，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到底有多高的高度，但它砸下来的力量是很大的，不断的砸呢，就将这个河床砸出了这么多不规则的孔洞。当然，这个下坠的时间可能是持续了上万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啊，并不是一朝一夕砸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这样讲，大家理解了吗？滴水穿石的这种概念哈。我相信啊，当时这个地方形成这种冰臼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难看的，没有现在这么光滑。又经过了数万年的这个河水的冲刷呢，才把这些石头的表面呢，包括这些坑洞里面啊，都弄得非常光滑，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么壮美的一个奇观哈。有时候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几百万年前的地质变迁，加上现在的河水干枯、河床裸露，才让我们看到了这么一片绝美的河滩，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你以为我在欧洲吗？其实我在贵州。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兴义的万峰湖景区，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座特别奇特的古城堡，建在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山堡上，非常漂亮哈，给大家看一下。
朋友们，大家好！这个五一节呀，我也出来旅游了，从遵义开了400多公里的路，现在我在新义的马岭河大峡谷。本来呀，想到这里来航拍一下美美的大峡谷啊，但是奈何这个地方现在是禁飞区，飞不起来。又一想啊，想到下面去看一看，但是现在又是这个枯水期，对吧？而且水源也比较小嘛，所以说我就不打算下去了。但是这个景区确实来对季节的话会非常的漂亮，我还是要好好的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里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整体的风景。对面好多的小山峰啊，有一种万峰林的感觉了，是吧？马岭河大峡谷呢，就是下边这一条。那我现在呢是站在一个桥上的公路上，然后再过来之后呢，这个下边就是峡谷，峡谷底和上边土地平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有100多米的很深的一个峡谷。那么我们在网上肯定看到过，就是这一片都是水瀑布，在涨过水之后呢是这样的景象，但是现在呢我们只能看到2个小小的瀑布，就是这里，然后这里也有。如果说在刚涨完洪水之后呢，这一片啊应该都是有水往下流的，所以说就形成了非常壮观的一个场面哈。那么是不是现在就不适合到下面去玩呢？也不是哈，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是平原地区的，或者说没有在这些大峡谷玩过的，其实它这个下边可玩性也是非常高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河中间搭的桥，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这里旅游玩耍的，这下边人也不少，是吧？然后前方有没有注意看我手指的地方？这个地方人也很多。实际上整个峡谷现在有很多人在里面玩耍哈。现在走到峡谷底去，然后你抬头去看这些瀑布呢，其实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这个河道的这个两侧呢，它都有一些地方是有隧洞的，也就是说你要钻一些山洞，而在这些洞里面也非常的凉快。在这个河边呢，你也会看到这个特别绿油油的这个河水，是吧？心情也非常的好，而且很凉快啊。那么这个是一侧的这个瀑布群。那么在过来之后，我们再过到这个公路对面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哦，那儿也有一条瀑布啊，瀑布下面也有很多人站在那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再往前方那里呢，是有一个垂直下去的一个电梯。如果说你在到这个地方呢玩，走下去比较费劲，对吧？或者说走下去了之后上来比较费劲的话，你就可以乘坐那个垂直的电梯呢，从那里就可以上来了，就没有那么辛苦。那么整个这条河道的两侧，看到没有，是有2个小道的，就是供我们下去的人呢在两边来进行行走。这边这些都是密密麻麻的人，你看这边也有。到下面河谷底去肯定是比我这个上面看着要好看的。视角不一样嘛，我们这个上面是俯瞰下去的，而下面看上来呢，特别是像在那个瀑布的地方，虽然说现在瀑布看着很小，但是你站到那个位置去拍照打卡呢，我觉得风景也是非常漂亮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马岭河峡谷上方这里正在修建的呢是荆州大桥。这一座大桥总投入是14个亿哈，看到网上的数据也是不得了的一座大桥。建成之后，跟这个峡谷底的一个垂直距离应该也是好几百米啊。这一座大桥呢，它建的是2层的一个结构啊，有可能建成之后上层呢是通车，下层或许有可能是一个观光道啊，专门从这个观光道呢来看咱们的马岭河大峡谷啊。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这一排都是瀑布的这种壮观场景呢，最好是在夏季涨水的季节来。什么时候最恰当哈？假如说今天晚上涨洪水，你明天后天来看的话，它的水就不是浑浊的，都是清澈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整片的这个瀑布群，那种场景才是最壮观的，好吧？就是这个垭口了嘛。我翻下去还有下一坡。垭口就应该看得到你们的房子，看得到吧？下去在那石头盖能看到。看得到哈。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咱们是接着上一期的视频讲。上一期视频中啊，有一位71岁的阿姨啊，非常的了不起啊。他们家呢，就是住在这个山下，
你要知道，走他们家的话是要从我们昨天经过的那户人家再过来，再翻一座山才能到他家。你们知道吗？从我停车的地方走到这里的话，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了。可见住在这个大山里的人还真的是很不方便啊。在这个位置呢，就能看到阿姨家的房子了。那个阿姨呢，她是姓袁，那么71岁了。她现在是1个人住在那个地方，而到她这个地方呢，步行需要1-2个小时啊。我们现在听到没有啊？有2只狗在那儿汪汪叫。阿姨呢，因为没在家，她在我们上一个视频的那户人家那里，好像是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不过去了。但是呢，可以把阿姨的故事跟大家聊一聊啊，从空中来看一下她居住的这个位置啊，特别了不起的一位阿姨啊。你们这边贵姓呢？他们姓胡，我这边姓袁。哦，就在我个人在搞起了，我的大学已经14、17年了。你是一个人在那边哈？我个人在那边的。他们都是小的，都是在外面。都在底下。都在底下。我的小的都在底下，哪怕就说我的丈夫是47年，我一个人在搞起的，站在现在是国家向国家和我们。也就说国家还点那个房子，也不让我们去下点去有哈，有个担架手头。对。就说会，也就说。像你之前买了60哈，国家还要拿点那个养老保险给你。像我们在高级下县几户呢，最初年最后的有房子，还1个月还有点低吧。我们都是小的都在下面去的。啊，等于他们这儿是姓胡，你们是姓袁。我们是姓袁，我后家是姓叶。我真的哦。我这独脚打针了搞弄都5年了。我说，因为你两个不想下坡，还把个人人带出头的。现在就说。那几个对我的孝敬都是有，还他都过去不了那个住哦，还战胜国家的嘛，就是。对。啊，你这个不得了哦！你20多岁的时候，我才23岁啊。你23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电打死的嘛，在下坡家。那你有几个儿小孩呢？一样2个。一样2个，你23岁都有4个娃儿。我10多岁就结婚了噻。10几岁就结婚。然后等于过世了之后，你才23岁，等于你们老公就过世了嘛？是了吧？你23岁就把娃儿错过了，就把这几个娃儿带出来。他大的给他教了几年书哎。还要当老师啊？这现在没有人。那你这个真的不得了啊！但是人给他只好抢人给办噻，只有一条路走噻，是不是哈？你不会说把个人小的甩起噻？那肯定。当时没有想哈招一个进来吗？没有是的这种。反正是个负担，是不是？那等于你们的父母应该也不在了噻？不在了，双方哪里父母都不在的，走了几十年了，都走了几十年了。都是你在家里面伺候走的吧？是吧？你这个。我后家的郭子兄弟都往前头去了，都去了5、6年了，还不是走我个人。你这个前半段命比较苦，后半段有享福。都是向国家服，我跟你说，我讲个另一辈的还是向国家服，人家大家他都贫困了，你去啷想老婆？现在倒不存在贫困了，他们自己要带自家娃儿哈，也不容易。是嘛。现在都不容易。那我去过那个就这些，下去他们看看，他们打个电话就来街上来碰外面那就行了。其实还有些你年纪大的，然后跟他们那个一起合噻呀，不行，也整不到一块。是，我跟你说个道理。你还年纪大的要吃软点，年轻的要吃硬点，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是嘛？22、23岁就当家，一个人拖弄大个家庭，还要带几个娃儿。我说现在的娃儿是20多岁不懂事的哦。对他这个我最赞成。懂事不懂事。比起你那个时候，他现在简直就是个娃儿，现在20多岁。是吧？你还是4个娃儿的妈妈了，23岁的时候，对吧？是。你真的不得了。听了这个阿姨的故事啊，真的是令我感动又非常的敬佩。她10多岁就嫁到了这里，然后23岁老公就不幸过世，23岁就已经4个孩子，她一个人把4个孩子养大成人，供他们上学，然后又在家里把老人伺候过世，没有改嫁。而且这个阿姨啊是特别知道感恩的人。
我并没有提及任何的事情啊，他一味的跟我说现在的政府非常好啊，分给他们有房子住，只是他自己不愿意在山下住呢，又搬回到这个山里面来，自己种一些地，在这里生活。他在23岁如花似玉的年龄，承担了他不该承担的所有压力，可谓是尝尽人间酸甜苦辣。但是他在和我交流过去的时候呢，他是微笑面对，非常正能量的。在他的脸上啊，咱们看不出丝毫的生活不如意。即使在现在这个时代，又有几人能做到像阿姨这样有担当、豁达和包容呢？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贵州的大山上，我们发现了一独户人家。从最近的公路步行到这里需要走好几公里。住在这里的几位老人家呢，还在耕种着大面积的土地啊，非常的勤劳。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又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面来了哈。从这条小道一直走上山去，山上呢还住着一户人家。听下面的村民跟我讲啊，可能要走4、5公里才能走到他们家。今天又是在大山里面徒步的一天啊，看看这里的环境非常的漂亮啊。我边上就有一条小水沟，哎呀，走在这个大山里，呼吸着新鲜空气，那心情真的是倍儿爽啊。所以啊，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都进这种大山里面来走走啊，心情好，空气好。只不过就是走着挺累啊。看一下哈，我们从这个峡谷的那边走过来的，这儿环境太好。这地方老板下边的那个村民搞一道门，他可能是养殖吧，为了把这个牛啊羊啊给它关在这里面。你走嘞，上去逛耍呀？监察院还远，要走好久啊？隔半小时啊？没事，走隔半小时，走隔半小时。他有路走上去噻。从这边走往这边走，这边哈。哎，上去，你在这搞养殖哦？你养的有好多东西哦？100把个羊子啊，可以。下面那家就是你们家是吧？咦，要得，这里养羊子最安逸。那，还跑嘞！哇，这个地方环境真好啊，在这里搭个棚，这里睡觉是不是很舒服啊？露营在这个地方，你们看这里啊，这个地方以前应该是一个宅基地啊。看一下这些大青石板呢，都是石匠打造的，这个上边还看到有纹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以前是100%住有一家人的，而且是用这种古石头砌的房屋。也有可能是木房哈，现在都看不到痕迹了，只能看到这些石头啊上有一些打的那个战纸的那个印记。这个地方周围四面环山呀，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峡谷，出去就是出口。其实这里的环境位置非常非常的好，如果现在的话，可以的话，再在这个地方建一个房子，在这里居住的话，绝对非常爽哈！走吧，走吧，我们继续往这个山上走啊！太累了，朋友们，这个爬这个坡都要爬好久。看一下这个石头，像一个乌龟露头一样，我骑一下，真的特别像一个乌龟。然后呢，把这个头露出来了，你看一下这边，它是隐藏在这个山里面的，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一个乌龟头，这里是它的乌龟背，然后过来，哇，这个石头好神奇啊！
走在这个大山里的感觉真的很好啊，心情非常的愉悦，就是腿脚有点受累而已，太爽了。氧气都是呼吸的别人几倍的氧气，你说他心情能不好吗？是不是？爬了一大坡啊，朋友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山顶。那么从前方这里斜着往下过去呢，应该就到居住人的地方了。我们马上就到人居住的地方了，看看这里啊，都有这个门给拦起来，因为这个山里面嘛，基本上无人踏足。不过它这个门并没关，哇，看到没有，朋友们，看到没有？那个地方，那户人家就住在那里。你们就说这个地方漂不漂亮吧？还炊烟袅袅的，应该正在烧早饭哈。哇，听到狗叫声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好像从那个门过来之后，进入了另外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是吧？就不是那种大山里面的寂静了。你们看这个地都平整的这么好，他们还种了不少地啊。正在烧早饭。但是养了这么多狗啊，确实是挺吓人的。看到没有？那里有一个阿姨已经站在那门口了，她估计听到狗咬声，然后发现是有人来了，还挺多人的，他们3、4个人在这里。一看这家人也挺讲究的，你看看这个。从房屋出来的路，然后这个地都平整的这么好，这个路也搞得特别的干净。你们是正在吃饭呢？吃过喽。你们是一大家人呐？你们这是一家人是吧？都是。哦。我们正义的来跳耍呢。啊，你养了好多狗哦。头鸡的哈。哦。你们正在吃饭哈？你们吃没得吧？吃了。你还好都给累。可以从外边走上来了嘛？他可是坐车的。车子可以开到那个下面啊家，那个杨子啊家哈。对。正义呢？正义呢？啊。你们两个今天没有搬下去啊？哎呀，高子底下去，估计哪儿都要用钱。买根村都要用钱，没办法了，只好来高就得到。只好来高点得到。你底下肯定有房子噻？有房子哈。只是你们想到这儿来住。我们那个高级不在高级就是老家哟。这里是老家哈。对。我还在那边。哦。我那边没让我看耍好多。哦。你还在那边？要放回家住。哦，他们是住在这里哈。哦。你们在这上面搞养殖吗？是吧？我看到养的很牛哈。有几个牛，就做成庄稼哟。哦。你们这边贵姓呢？他们姓胡。姓胡哈。姓胡，我是姓袁。哦。是你在外地？不是，我们在那边呢。要放个丫头。哦。你们这上面的人应该都是搬下去了的，然后你们又回来哈。是啊，底下都有房子，国家的我们房子。国家有房子的哈。有空调的哈。啊，为了2开狗哈。4开。你们先吃饭哇，我吃了的。你们先吃饭，我站在外边转会儿。不怕累，不怕苦，还在等我在杠耍。哎呀，我们喜欢杠耍。你们吃你们的饭啊？你们吃你们的饭，你吃没得？我没吃了的。你吃了来的哈？我家头吃的。哦。啊？你吃的？吃嘞。哦。老人家87了。你贵姓哦？
贵姓哦，姓胡哈。古也胡了嘛。你们这有几家姓胡啊？就是你们一家。我们家。哦，是哪个地方搬来的？大边地啊，就是叫公安，100人，30个人。在这儿都几百人了。哦，晓得哪个时候搬到这儿来的不？也不晓得哦。上一辈没有跟你们讲啊？讲过没有讲先，就你们也不晓得哪个时候搬到这儿来的了。这边就是几个老人家煮饭来吃的地方。坐。耶，这个架架噻，好多年没看到过了。这个架上面要扛东西的哈。扛菜些。等于这里这家人就是你们3个人哈。3个人在这儿。我的小的嘛在底下了嘛。你的小的也在底下。你70岁哈。我就是看你啷个都没得不像80嘛。你看你70岁，但你70岁看你有点像60岁左右。60岁的左右哈。看你60岁的左右。你们做了好多徒弟啊？现在有。没做好呀。也可能有20亩哈，差不多没得20亩。哦。我看你还喂有几个牛是吧？哎，你土啊些都是用牛了。哦。你们肥料些都在自己从底下背上来哈？是啊。哎呀，背好多包肥料啊？背个包把肥料就可以了哈。也是自己给背上来。现在今天要干活不？要哦。你们想干活，你们要忙啊。那我先往这边走嘞。好啊。不说了，走了。不耍了。你们不用管我只去逛哈。你们吃了饭干忙你们的活儿就行嘞。不说了。这老人家非常的客气啊。要走了，留我在那里玩一下。但是我看他们要干农活，我就慢慢到山上去转一下吧。这个地方环境真的很好啊。他们这里现在是3个老人家住在这里。年纪大的呢87岁了，但是他是没有结婚的。另外2个老人家呢，他们的子女都在山下边呢也有房子啊，就是他们年纪大了，他不愿意在下面待着。我发现山里面的老人都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有可能在家里边种一点地，住在老家的房子里，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种幸福生活，是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房子的后方是有太阳能，那么他们现在照明是用太阳能。以前这个地方肯定是通电的，但是后来整体搬迁呢，所有的人呢都搬到县城里面去了。那么像这几位老人家呢，他们县城也有房子的，就是年轻的呢都是居住在下面，就是他们可能不太习惯在这个城市的生活，所以呢搬出去几年之后呢，又返回来在这个大山里面来种地啊。像70、80岁的老年人呢，他们从小就在山里面长大，也跟这个土地相伴大半生，对吧？你让他突然之间离开大山呢，他们确实是不习惯。还有就是搬到城里面和年轻人住一块呢，这个饮食啊各方面其实都不太协调，所以他们更愿意再返回到大山里面来，在这里过这种特别清静的生活，然后再顺便种一点地。但就是背这个肥料啊，包括背这个吃的上山的时候呢，比较辛苦一点。70、80岁了还要去背100斤的肥料，是吧？从这个山下背到这个住房的地方来种一些这个庄稼哈。有的朋友可能又担心老年人住在山里，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啊？其实现在我们贵州这边这一块大家都不用担心，老年人住在山里呢，他们随时都是在跟村里面的乡村医生是有联系的，一旦有什么不舒服，然后就可以打电话给乡村医生，乡村医生呢是会给他们送药上来的。现在这个我们农村的所有的配套，包括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都非常的到位啊。你不管你住在哪个山旮旯子，是吧，都是跟上面有联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生病了、买药不方便了等等问题。大家觉得这么漂亮的地方，假如说让你们来居住，你们愿不愿意呢？
关注阿泰啊，带你们继续游走乡村。我们今天要继续到前方去探访哈。喜欢这样的乡村视频，点一个关注，下期咱们继续更新。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全球最大的天坑村湖北恩施的鹿苑坪，这个地方呢也是全中国唯一还没有通公路的村庄，因为它就在一个巨大的天坑底啊。这里平均海拔1700米，坑底方圆约5平方公里，四面环山，崖壁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进出仅有几条小道攀爬崖壁出山。形似一个硕大的条形天坑，这里的村民啊进出村落全靠2条腿。直到2016年，一个旅游开发商看中了鹿苑坪的天然环境，投资了3个多亿，在这里开发旅游区，为村民修建了1528部台阶，也在这里修了世界上最长的斜行电梯。这部电梯长约380米，高300米。光这部电梯的造价就耗资7000多万。2021年，这部电梯才开始正式运营，供游客及当地村民乘用。以前需要步行2小时的路，现在坐电梯只需3分钟就能上崖。这个地方为何叫鹿苑坪？这么巨大的天坑底，又怎么会有人居住呢？相传呀，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湖南常德府桃源县的裴姓3兄弟迁居到此，在山上试种湖南带来的稻谷种，只开花不结籽，意识到地势高可能不出稻谷，于是寻找可种稻谷之处，意外发现这个天坑，但无路下去，于是在悬崖上挂接36匹白布，揪着白布下到崖底，到了坑底才发现这里地势平坦，周围悬崖绝壁，飞瀑流泉，一河中流，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茂林幽谷，非常之漂亮。看了此地后十分高兴，但回去的时候啊，挂在悬崖上的白布被飞鼠咬断，无法上去，而且干粮已经吃完，正在着急，忽然见到一群美丽的山鹿沿河向上而走，便跟着鹿群走出，才爬上悬崖顶。之后啊，他们便从这里凿路到崖底，在河两边开垦荒地，种植水稻与茶油，获得成功。部分裴姓人呢，开始从外部陆续迁到这里居住，后来又有其他姓氏的人们迁到这里，共同开拓这一片与世隔绝的地方。因为鹿引鹿而走出困境，所以啊，这个地方被称作鹿引坪，后来呢才改叫鹿苑坪，这也就是鹿苑坪地名的由来。直到现在为止啊，这里虽然已经是景区，但村里的人们还是沿用着几百年前的耕作方式，自种茶叶制煮酒，用木材烧火做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如果是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带你们去羊皮洞看一看哈。很多人都不知道，羊皮洞的上游在这个下边洞穴之中是有露头的，从这面崖壁下面的这个山洞呢，就可以顺着水流可以走到羊皮洞的一个出口。那么整个这个长度应该是有1-2公里啊，非专业人士就不要去挑战啊。我们可以从空中整个俯视角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崖壁离羊皮洞的一个距离啊，大概直线距离在1公里多一点这个样子，但是在里面去行走的话，肯定是好几公里的路程。这一面崖壁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羊皮洞的水呢，从这个洞里面流出来，然后从这个洞呢再流进去，但是我们无人机的视角也看不到，可能是暗洞吧，只能从这个地方呢能够听到这个山洞里面有水流的一个声音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羊皮洞的停车场，看一下这边他们好几家都搞了这个停车场，然后车停在这里呢是15块钱一天。
走这边这个小道呢，就可以步行下去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找不到的问题，你走到这儿呢，都是大片的这个停车场，然后走这一家啊这个小道过去，沿着这个山体过去呢，就去羊皮洞了。当然，这个整个路程可能是需要走很长时间啊。现在来羊皮洞呢是有2个路线啊，第一个路线呢就是走我们这边，但是你需要走很远的路，一路的风景非常好啊，整个对面都是崖壁，这边我们要过去的呢也是大面积的这种崖壁，我们相当于是要从这个崖壁角的地方啊一直往前走。路上的风景也很漂亮，但是这个路也比较难走，对吧？如果你是喜欢徒步的，那么可以走这条线。假如说走路不太方便，然后呢又想去羊皮洞看一下的，那么你们就要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走到那个车开到对面有个白房子那个地方吧，大概，然后可以坐船啊，从这个河道进来，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走路到羊皮洞，就很近了。所以是2个路线啊，想走路想看这个山川美景的，那么我们就走这边；如果不想走路的，那么就走河道坐船进来，它是2个路线的。现在的这个路比以前好走多了，以前我们来的时候那个草都是长在这个路上的，现在走的人多了嘛，然后这边还放了垃圾桶，所以说现在应该是要好走的多啊。大家如果说不怕走路费劲的，其实是可以来走一下的，比以前要安全多了哈。以前这个路不好，没有这么宽的这个路啊，都是这个草啊、那些树啊、竹子啊覆盖着，所以你走起来比较困难。现在因为走的人更多了，这个路呢就走的看吧，这么宽敞，就比较容易了哈。现在大家来这里可以不用带吃的喝的了，你看这里有人搭棚在这里卖东西，有卖土豆的，还有卖水的什么的，大家就不用大包小包的带着吃的东西啊、喝的东西到这里来，然后呢那些瓶子啊什么的又不带走，在这里污染环境啊。这边咱们马上就到羊皮洞瀑布的位置了。今天的这个羊皮洞应该会非常好看，因为前天晚上的时候，据他们上面停车场的村民讲啊，下了大雨，所以说又过了1天，那正好涨水的那个浑水呢又过去了，那现在的水呢就比较清亮一点，那可能我们今天来的时机比较恰当啊，会看到非常壮观的这个羊皮洞瀑布。哇，前方已经看得到一点了，真的非常漂亮啊！今天整个那个洞口是布满了这个瀑布流下来，不像以前，也不像那种特别澎湃的那种浑水的那种羊皮洞啊，愤怒的羊皮洞，对吧？也不像那种只有2、3吊瀑布流下来，看着比较单一。今天的羊皮洞确实是非常的美哈，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为羊皮洞呢？就是以前当地的村民有经常看到这个洞中会冲一些羊皮出来，也有可能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洞里面居住了很多人，因为里面是有很多棺材的嘛，所以呢，可能是这些原住民他们有一些动物的这个皮啊或者什么东西丢在了洞里面，一旦在这个涨洪水的这个季节呢，这个水位的上升呢，就可能把那些动物的皮呢给带出来了。有人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些羊皮被冲出来，所以呢就得名为羊皮洞啊。今天确实是非常的美哈，我要到那个瀑布下面去装一下。这里有好多人在这里拍照打卡，看到没有？那里占了一大片，这边也占了一片。因为是前天晚上这个地方呢刚下雨嘛，下雨完了之后又涨一点水，所以说现在这看起来是非常壮观的时候。那么多人走在那里去拍照，我也要去试一下，好吧？现在我又站在这个最高的这个石头上啊，在这个石头上拍照打卡的话是最爽的。这个雨雾啊，从这边不断的飘过来，拍打在脸上，非常的凉爽啊，夏季会非常的爽。不过呢，大家到这边来玩呢，是要注意这个安全问题啊。
因为在羊皮洞来玩耍的以前已经出过了一些事故，所以说大家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才到这个地方来玩耍。而且这个边上这些石头上呢都是非常滑的，它有那种青苔。你穿的鞋如果说是很滑的那种的话，那么还是建议不要随便来这里。还有一个，有很多朋友呢不太了解这个大山里面的这种天气啊，尤其在这个夏季快要到了的这个季节啊，在我们这些深山峡谷里面呢，经常会有那种比较极端的天气。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看着可能是晴空万里无云，对吧？但实际上这个峡谷水源的这个上游呢，很可能在下大暴雨。所以说会短时间内涨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时候如果你太靠近水源的话，就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啊，行走在这些山水之间，特别是这些很深的峡谷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这个上游水流上游的这个变化。虽然说风景很美，但是我们的人身安全也很重要，对吧？像羊皮洞呢，我是几年前来过的哈，那个时候来呢，真的是比较杂乱脏，到处都搞得挺脏的。这一次来呢，就感觉很好啊，没有看到有什么的垃圾，然后路上呢，可能当地也摆了一些这个垃圾桶啊之类的，整个路道看起来非常干净。这个生态环境呢，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去维护的，所以说大家来这里游玩呢，一定要文明一点。如果说有垃圾呢，自己尽量还是把它带走，不要来破坏了我们这个羊皮洞这么好的风景，大家说是吧？这个地方呢，真的是难得一见的那种野外美景啊，而且呢，并没有开发。我们来到这里呢，只需要在山上的时候花15块钱的停车费，把车子停在上面就可以了。整个这一路下来，就看这种山上的这个野景，非常的漂亮，而且不需要任何的门票啊，朋友们。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准备爬山回去了，回去得1个多小时，非常累的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的大山里啊，行走在乡间小道上啊，这个地方环境很好。在这里呢，发现了一个特别奇特的建筑，就在我对面这个山顶上，貌似建的是一个养殖场，旁边呢有一个崖壁高高翘起。我觉得这个地形呢有点特别，养殖场建在山顶上比较少见。我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地形。咱们无人机飞过来之后啊，发现这个养殖场已经是废弃了，而且这个建设的规模还比较大哈。整个山顶上啊都是建的养殖场，为什么又荒废了呢？那今天阿泰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养殖场建在了山顶上，整个四周呢都是空落落的。通常这种地方啊，一般都会作为建寺庙来使用啊。建房子建在山顶上是比较少见的。农村建房啊，都讲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它的左侧这个青龙山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但这个山呢是主龙脉山，也就是说建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他想去靠这个青龙山呢是比较难的。但是它的右侧是白虎山，而白虎山呢正好是路头的。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宁愿青龙高万丈，不愿白虎抬头望。这个地方的白虎山是抬头的。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建房的位置。那么整个房屋它是建在山顶上，这个房子的后面呢，它是一个低下来的一个垭口，也就是说这个房屋的后面整个是空的。在后面的这个山呢，其实它也靠不了。那么这个养殖场它建在山顶上，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用水问题。对，这确实一大问题。这个地方铁定是没有水的，它的水源是要从后山来，对吗？而这个地方呢是在山体的中上部，
而且呀，上面还住有那么多的人家户。你想一想，我们的用水肯定首先要满足居民用水之后，才会给到养殖场。一旦遇到大天干的情况下，这么大的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用水，这个用水一定是个大困难，大家说是不是？那么再跟大家说一说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养殖场后山呀，住了非常多的人家户，而这个养殖场是建在了后山这些所有住户的向山靠台之上。你想一下，养殖场是一种什么地方？肯定是不怎么干净的，对吧？而这个看台实际上呢，是后面的大多数人家户的一个出路，明白吗？你在人家的出入看台上建一个养殖场，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太妥当的，大家说是不是？以上我的分析纯属胡说八道，大家不必当真啊。那么朋友们，这个养殖场为什么会荒废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说出你的观点。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阳开阳的大山里啊，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特别像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这个下方呢有一条江叫做清水江，我是需要爬到那个崖壁上啊，向对面看呢才能看到那个地方。这儿呢我来过一次啊，待会儿我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场景呢，应该很多朋友就知道了，是不是？我现在是要从这个位置爬山，然后爬到那个崖壁上啊，再往对面看呢，才能看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上这个崖顶的唯一的一个小道。那么，可能是之前老百姓砍柴的一个路道啊。我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呢？是通过三维地图，大致的可以判断出，只有这个上边的小山头上才能看到我们想看的地方。所以说呢，通过三维地图加上这个定位啊，才到这里的。刚刚我就是要开车经过那一片松树林，拐弯之后呢，到这里，然后从我这个下方爬上来。这个地方呢，已经像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因为公路上基本上没什么车走了，所以说呢，很少有人现在会踏足这里啊。只要到达这个山头上，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看到那片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真的是非常漂亮啊！每当我要走这里来的时候，都会走这里来看一看。看到没有，朋友们？就这个地方，哇！现在这个清江怎么会矮下去这么多呀？比我上次来的时候矮下去了一半。我们所说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太漂亮了，是一个在半悬崖养殖娃娃鱼的地方。这个地方人根本就去不了，只能是坐船啊。而这个清江河道呢是没有船行走的，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去不了。而且这个主人家呢，他好像也是隐蔽在这里吧，不太愿意有别人去参观。所以说呀，想要看到他这个地方呢，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其实是唯一的观测点。你们看一下，每个山上可能都没有我这个位置好，因为我这个位置呢也是最好上来的地方。那么就是把车停到这边啊，这边山下有一个公路，对吧？停到那个地方呢，从这个山上爬上来就可以了。其实不要很多时间，只要差不多5-6分钟就能上来啊，非常非常的近。真的是我认为最像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哈。我们现在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啊，给大家近距离的参观一下。现在这个清江河的这个水位啊，感觉比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低下去了好多，最少也是有个5-6米的一个高度哈，有可能还不止。什么是世外桃源，朋友们？就是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只有你能去。你说它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坐船过去，你到哪儿也去不了啊。因为整个养殖场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仿佛这个养殖场就是镶嵌在这片崖壁之上的，真的非常的壮观啊！整个我感觉看着这个地方就比较惊叹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养殖场这一片的周边全部是崖壁，只有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土堆，那么正好上面呢，它建了这个养殖场。
哎，你说这个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啊。很多老板啊，就算他发现这个地方，他也不见得会想着在这个地方建养殖场啊，对不对？因为只有这么一点地方嘛，而且下方都是土堆，没准经过若干年以后呢，不断的这个瀑布的冲刷，可能泥土不断的流失，或许再过个50年、100年，这个地方有可能都不存在了。大家说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江边这里啊，有一艘小船，这一艘小船呢，就是这个养殖场进出的唯一的工具了。我们注意看啊，这个小船的边上还有一个楼房，上一次来的时候是没有的，全部被这个江水淹没的。你看现在这个江水的下沉啊，这个楼房就显现出来了。这也就是以前住在江边的人的房子啊。或许啊，这个地方在上百年前就有人居住，那么也有可能这个老板呢，他本身就是居住在这里的，或者说居住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是他的亲戚或朋友，要不然也不可能找到这么绝佳的位置来做这个养殖场。这个养殖场里面养殖的呢是娃娃鱼和中华鱼，娃娃鱼呢是养殖在这个池子里面的，外面的这些池子里面它养殖的就是中华鱼。哇，这个水质啊真的是太好了，养殖出来的这个中华鱼，别说那口感肯定是非常非常好吃。不过很遗憾，它这个地方养殖出来的中华鲟也好，娃娃鱼也好，好像都是出口到国外的，我们就无福消受了。我就问你们吧，这么绝美的地方你们喜不喜欢？我要是拥有这么一片地方的话，那就真的是太爽了。人鬼同屋，你听说过吗？眼前的这座神秘山寨被称为天下第一土家寨，它建在一块巨石之上，四周都是绝壁，顶部平坦开阔，水源充沛。过去在这块巨石之上曾经生活过500-600人，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大家从空中看，榆木寨的地形像不像一个点将台？在这座寨子里有2座庞大的墓葬群，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财富和权势。其中有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叫做人鬼同屋。这里是榆木寨，位于湖北利川市牟道镇，重庆与湖北的交界处。进出这里只能通过一条几米宽的掩体山梁进入寨子，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现在呢来到了进入榆木寨的这个山梁上，我相信从空中的视角，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薄薄的山梁。这边雕刻有榆木寨的字样，这一面崖壁上有一些孔洞，应该是插木头做吊桥用的。或许以前为了御敌，在寨楼前方设有吊桥，除了村民通行，还作为地道防线的用途。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原来的面貌了。眼前这一座就是榆木寨的寨楼，寨楼修得非常结实，楼上的方孔应该是预留的射击孔。在这个地方把守啊，两边都是悬崖峭壁，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寨门也非常的厚实，在冷兵器时代有人把守的情况下，想要攻破此门谈何容易。通过寨楼往前走没多远就到寨里，榆木寨居住的全部是土家族人，至今还有20多户在这里居住。这里有人鬼同屋的习俗，他们崇尚后死薄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下生活，但对于死去的先人则要厚葬。他们认为先人可以庇佑后代，因此榆木寨中最神秘的就是古代的墓葬群了。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巷子墓和双寿居，一个代表权势，一个代表财力。其中双寿居就被称为人鬼同屋的代表。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这2座神秘的墓葬。穿过寨子左侧的一片松树林，我们就来到了巷子墓。该墓为土堆墓，占地约60平方米。墓前刻有同治5年的镂孔雕圆弧形墓碑，碑高3米，宽2.8米，上面刻有主人姓名、生卒和人物细纹形象浮雕。巷子墓是榆木寨墓葬艺术的典范代表，它的寿葬碑是3香3层4柱的楼阁状，
最上层是一个方形的龛顶，四角翘檐，象征着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第二层主体为神龛，上边刻有皇恩宠赐的字样，四周是双龙抢珠的透雕装饰，神龛内外布满浮雕，非常的漂亮。底层是正拱门通向墓室，两侧刻有千秋功名成语录，一生笑傲寄烟霞。墓主人像子因乐善好施而被朝廷赠赐九品封典，官虽不大，但名声显赫，是当地权贵的象征。离开巷子墓，我们来到了寨子上，看到2栋超大的四合院，但并不清楚这是什么建筑。走到下面，遇到一位老人家，非常的客气。他告诉我，这2栋四合院是之前大地主住的地方，也是寨子里最有钱的人。后来被赶走之后房子就空下来了。当然，现在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了。老人家非常客气，告诉我他家就住在这里，偶尔有游客来，也给游客做饭。言谈之间，我也有一些饿了，就叫老人家给我煮了一碗面条。他还专门去地里采了自己种的小青菜，别说这面条真是好吃，我一口气就吃完了。老人家很讲究，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过老人家也跟我聊了，说外地游客到乡下来看到我这一老太婆煮东西，怕是好多人都不敢吃哦。我说你放心现在的人都很好，况且你这么爱干净，人家肯定是愿意来的啦。大家说是不是？告别了老人家，我们来到了双寿居。没错，这里就是人鬼同屋的地方了。该墓是墓主人生前修建，1866年开始修建，1869年完工，耗时3年多才修建完成。双寿居为院落式墓葬，有廊有院，共3门2进，占地100余平方米。穿过侧门来到墓碑前，就能看到双寿居了。这是2位老人合葬的墓，从上面的双寿居字样就能判断出来。墓地紧挨着屋子，俨然一座小型的宫殿。碑上雕刻的一部分是忠孝典故，一部分是本地风物。墓碑雕刻非常精美，碑分3层3香，底层嵌镂空雕，上层刻防狼物语、龙凤花草、人物细纹共90余件。每到逢年过节子孙都会把饭菜摆放在墓碑前，和祖先共饮共餐。这一户主人为何要修建这人鬼同住的墓地呢？听刚刚煮面给我吃的老人讲其实这家人在当时来讲并不是很富裕，只是一个富农。大家知道吧，按以前的分级富农上面有半地主富农，上面呢才是地主，所以说富农比地主是要低2个级别的，并不算富有。只不过墓主人本身就是石匠，所以才修建了如此豪华的墓室。当初把墓地修建在房子边上呢，或许是为了更方便作业，也说不准。怎么样朋友们，如果让你来居住在旁边的房子里，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呢？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就只能带大伙儿逛到这里。榆木寨还有山阳关、亮梯子等等古迹，距离寨中都比较远，而且路不好走。据说亮梯子是一根一根的木料插入崖壁孔洞中，做成梯子，逐节攀升上崖壁，犹如云梯一般直上天际，脚下就是万丈悬崖，没有任何的保护，非常需要胆量才敢来行走如果你有兴趣，可安排1整天的行程去挑战一下。我是阿泰，关注我，带你看遍乡村美景、人文风情。